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基温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在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全球生活水平方面的研究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在公布奖项后表示，获奖者的工作证明了经济增长并非理所当然。我们必须维护创造性破坏背后的机制，这样才不会再次陷入停滞。本期节目，我们请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许成刚教授与我们一起讨论今年诺奖带给我们的启示，比如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哪些条件，今年的研究中有哪些可以用来阐述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可以如何用今年获奖者的理论来看待里约瑟难题，以及他们的理论如何帮助我们理解 AI 产业革命中的中美竞争。徐老师您好，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简略的讲一下，就是莫基尔、阿基温和豪伊特这三位经济学家他们主要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呢？如果是引用这个诺贝尔委员会的概要的话，那么它实际上都是讨论的就是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但是呢，为什么在现在把这三个组合在一块儿？那这个我的解释呢，是实际上是这一次的诺奖呢，它其实想要说的主题是产业革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产业革命正在兴起，那么当这个产业革命正在兴起的时候，人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和怎么面对跟产业革命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三个的工作放在一起来讨论呢，但是这个有点小花絮啊，这个其中我们翻译成阿吉翁，这个是 Philippe Aghion， 我们平常叫他 Philippe， 这是我的同班同学。您在哈佛的博士的时候同班同学？对，是同班同学。然后实际上我同班同学有来往的人很少，他是有来往的个别人，所以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实际上这个 Philippe Aghion 是非常非常多产的一个人，产量超级的高。而和他对应的呢，就是这个莫吉尔呢。莫吉尔呢是作为一个经济史家，那么他的最大的贡献呢是讨论产业革命产生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他实际上关于产业革命有好几本书，他最重要的就是把启蒙运动作为产业革命的基础讲得很清楚。阿基翁和 Howitt他们的那个工作呢，都已经现在是经典的教科书内容了。所以就是他们得诺贝尔奖呢，尤其是阿基翁得诺贝尔奖呢，20年前、30年前人们就认为是很自然的。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它是关于就是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创造性的破坏在实际经济增长中那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那么他们呢做了这个严格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他们强调的方面呢是创造性破坏，而创造性破坏就是产业革命的最基本特点。然后创造性破坏呢，原本在这个熊彼特的描述里呢，是一种观察，一种叙述性的、哲学性的。那么这个机制呢，由于当你没有这个数学的推理的时候，那个机制呢其实走不了很远。那么它变成了这个模型以后呢，它就能推的能走很远。比如说你的这个专利制度，专利制度就是保护每一个发明给你一段时间的垄断权。那么你的研发的这个投入呢，就取决于你的这个垄断权是什么性质。那一方面呢，你是有一定的垄断权，那垄断权意思就是过不久就丧失了。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还面对别人的研发，就是别人的研发如果全面的把你盖住了，你就完蛋了，垮了。这就是创造性破坏。就是说那个在研发的过程中，你永远在想着你的投入会不会全都白费了，因为别人会超过你，所以这都是你的计算的一部分。他这个工作远为更精密和讨论的问题更实际
和更有这个政策上的含义。那就像我在前面 intro 里面提到的，就是去年的诺奖呢颁给了3位研究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其中2位呢也是写这个国家为何失败的2位作者。我们去年也和徐老师做过一期播客，就是谈上一次的诺奖。那诺奖呢在很多年都是偏重计量经济学的情况下，为什么好像是对政治制度和历史突然感兴趣起来？就是为什么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在这个时刻受到重视？有人说这是因为诺奖委员会对当下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面临的危机感到焦虑，您怎么看呢？因为这个诺贝尔委员会的所有的决定是高度机密，这个机密的程度超过了任何政府的军事行动，所以没有人能真知道，他不允许你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观察这2年的诺奖，不仅仅是经济学，而且是所有自然科学的领域。就是这2年的诺奖给的内容呢，非常非常偏重人工智能。就是去年的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给的都是人工智能相关，今年呢给的这个比如说量子计算，就是跟量子计算相关的，实际上它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科学技术的基础。为什么诺贝尔委员会整个的所有的都朝着一个方向来？你就可以看到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显然是呢，就是正在兴起的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这个产业革命，它对整个的社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影响。其实所谓的诺贝尔奖呢，它其实关心的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影响，就是哪怕是自然科学，它关心的也是你这个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当这个产业革命来的时候，怎么去理解这个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那么就是产业革命，就是因为是个创造性的破坏，破坏本身意味着，就是产业革命不是说一切都是美好的，产业革命里面有很重要的破坏。那么这个破坏的过程中，社会上会要有冲突的。那么人们会怎么认识社会上的冲突？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社会科学的，就是这个产业革命从来也不纯是科学和技术。产业革命从来是个社会现象，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今年莫吉尔获得诺奖，因为他就是在讨论产业革命相关的整个的这个社会现象。那我们下面就说一下莫吉尔吧，就是在今年的3位诺奖得主中，您对这个西北大学教授经济史学家莫吉尔似乎格外感兴趣，您干脆就展开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研究，他所谓促进增长的社会制度是什么，他提出来的一些重要概念，比如说有用的知识是什么，以及在这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知识属于有用的知识。如果我们一定要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贡献，那我想说呢，就是他的贡献是讨论了启蒙运动是产业革命的基础。就是如果一定要概要，我愿意这样概要。对，没有启蒙运动就不会有产业革命，是吧？对，因为是启蒙运动产生了思想，启蒙运动产生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产生的制度，启蒙运动产生的人们的这个共识，这些东西呢是后边产业革命的这个基本条件。那么具体到刚才你讲到了一个他的术语，叫做这个有用的知识，它叫 useful knowledge。跟这个并列的还有另一个它的基本的术语，叫做这个学术共和国，英文的原文它叫做 Republic of Letters。那么这2个是紧密不可分的东西。那首先呢，什么是有用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呢，它指的就是和这个社会进步相关的这些个意识形态、认知、经济增长的意识、科学和技术。意识形态指的是什么？意识形态指的是理性，理性是直接跟科学是在一起的。这个需要有一点点背景知识。所谓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它的立即针对的对象是神权、宗教和世俗的权力君主，而这个启蒙运动呢，提倡的是理性、宽容、法治、宪政。那么它是反对在认识上的权威，认识上的权威那就是一个方面就是神学，
认识上的权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君主，所以它实际上是直接冲击了这个君主制，直接冲击了神权。经济增长的意识呢，也是直接和它针对过去的神权的意识、君主制的这个意识相关。那么这个学术共和国指的是什么呢？ Republic 是这个翻译成共和国，其实它这不是国的意思，它指的就是启蒙运动时期跨国的欧洲的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个群体之间呢，他们的互相的这个来往呢，是靠信件来往的，所以它这个 Republic Letters 里边是多重含义的，就是有信件的含义，有学术的含义。那么更具体一点讲，他讲的学术共和国里边的最基本内容就是当时的条件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是分开的，是高度竞争的，那么国家之间甚至是战争的，这个东西本身反而成了这个自由的条件，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在这一个国受到迫害，就是跑另一个国去了，就是互相乱跑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当时的欧洲制度的一个重要基本特点，就是人可以四处乱跑，所以呢，他四处乱跑的条件使得他们能自由。那么再一个就是理性的意识形态，所谓的理性，比如说经济学、政治学，它的这个最基本假设就是人是理性的，直到最近才对这个人是充分理性的这个作为基础，在经济学里有一点动摇。但是呢，这个动摇并没有回到神学上去。在这个科学能够广泛传播之前，当人们普遍是拒绝理性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科学其实是只在少数人研究的范围里，是不可能成为这个广泛接受的东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在社会上形成力量需要这个意识形态，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反对意识形态，很多人在讲学术的时候反对意识形态，但是他忘记了没有理性作为基础，科学更不可能传播。再一点呢，就是科学的知识的共享，就是国和国之间可以打仗，但是科学家之间要共享他们的知识。那么这个呢，是他所谓学术共和国的非常基本的一个条件。再一个就是学术共和国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这都是他的好多著作里我把它概要一下。他的核心的精神呢，指的就是追求真理、理性的思维，反对教条，反对权威，崇尚开放的讨论，崇尚知识共享，不受民族的限制，不受宗教的限制，不受政治边界的限制。这个就是他的学术共和国的精神的这个核心的内容。那您能着重讲一下就是莫吉尔的研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吗？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中国是他在对英国工业革命研究的过程中一个挺重要的参照，而且他的研究就像我们前面在 intro 里面说的，就是试图回答一个著名的里约瑟难题，或者说里约瑟之问，也就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您能分享一下这个莫吉尔他的这个研究，以及就是您认可他的这个研究的结论吗？他呢，的确花了力量来这个对比到19世纪末为止的这个中国和欧洲。之所以做这个对比呢，原因呢，就像你刚才已经提到的，过去呢，长期一个流行的说法呢，是说产业革命呢，是由这个科学和技术产生的。那么他呢是想说呢，单纯是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因为他从里约瑟的那个角度去看了一些就是中国科技史的文献。那么如果你要是从这个文献上看呢，宋朝的时候，比如说天工开物，那只是一个例子啊，就宋朝的时候其实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了巨大量的中国在技术上的这个成就，甚至也包括天文观测和数学上的成就。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单纯的看天文观测的成就、数学的成就和技术上的成就，有记录的东西和那个时间欧洲有记录的东西，那中国和欧洲之间没差别，甚至某个时期比欧洲的当时期
还要更强。那么为什么产业革命不产生在中国？那么这是一个老问题。其实叫里耶瑟之问并不是一个最合适的提法。这里边还有一个误区，就是里耶瑟的工作里边有一个重大失误，就是科学技术不分。就是这个科学的产生，从科学史的角度讲，在科学史的领域里公认的，今天我们叫科学的这个东西，它的产生是从伽利略起，就是伽利略之前就是不存在科学。所以从这意义上讲，把中国古代的技术的那些记录叫做科学技术，是概念上有点混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需要在这儿澄清的。因为当他讲启蒙运动的时候，为什么启蒙运动重要？这个就是已经是科学了。没有启蒙运动没有科学，这个两个是在一起的。中国如果我们讨论到启蒙运动，中国人知道启蒙运动很晚很晚了，就是启蒙运动发生的时候没人知道的。然后呢，中国的制度是大一统的制度，大一统的制度是不允许自由的思想的交流的。在不允许自由的思想交流的情况下，产生不出来科学。我们稍微看一点科学的历史，无论是伽利略也好，其实比伽利略更早，哥白尼、开普勒，他们这些个就是真正科学的起源的这个人，全都是教会里的人。这些教会里头的人，为了理解上帝是怎么创造的世界，那么他认认真真的去看了证据。当他看到了证据以后，发现上帝创造的世界和教会所说的不一样，所以他就说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我看到的这个样子的，而不是教会说的。这就是启蒙运动基本精神。而这样子的基本精神，他们在当时的这个欧洲的社会里，这人可以四处跑很重要，这个思想可以四处传。那在中国的大一统的社会里，只要你是不允许的，只要是禁止的，你就死了。这个即便是人不死，你的想法也死了，所以那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发展。而这个启蒙运动的大发展，靠的就是国与国之间人是乱窜的，这个自由的东西发展起来了，才有了科学。所以呢，当他讨论中国和欧洲的差别的时候，这是他强调的。欧洲的就是很多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都有流亡的这样子的经历，对不对？他们在这个地方国王不待见他们了，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中国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把你给抓回来，所以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那莫吉尔他也指出，就是说新发明往往会冲击旧有的秩序，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因为他们会试图阻止技术变革。诺奖的公告也提到，莫吉尔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经济增长最初始与规范性知识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联系。然而，持续增长也需要实践技术和商业知识，以及一个乐于接受变革的社会。就这段话应该是很容易被人拿来对比现在的美国和中国。就是目前呢，有一个就是很受欢迎的观点，在美国国内甚至都有两党的共识，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已经太过保守，对于新事物的拥抱不够积极。而中国呢，因为有一个立志用科技来打败美国的政权，不惜以举国之力来发展 AI、机器人、芯片等硬科技。同时呢，中国也没有像美国这样有这个严格的市场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比如说像 AI 和机器人这些新技术很快的都被应用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就会说，也许莫吉尔的学说很好的解释了就是西方的这个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结合，最后就是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他也很好的解释了古代中国为什么最后没有实现这种持续性的经济增长。那现在呢，他们觉得他的这个说法也可以同样用来解释当代美国的旧秩序面临的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首先呢，美国呢的确存在相当严重的就是它自身的社会问题，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学术界也能看得很清楚，美国的学术界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那么就是无论是他的学术界还是他的社会，
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都在相当程度上阻碍它的这个进步。但是呢，这里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非常严重的基本问题，就是美国存在的基本问题。美国和整个民主世界存在的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对中共的极权主义制度缺少最基本的认知，而这个缺少最基本的认知导致了几十年的长期的非常基本的错误。这个错误产生出来，在这个制度竞争中产生出来了战略性的问题。最简单的概要就是今天我们都看到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他们为了短期的市场利益，实际上他们为极权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为极权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控制全世界创造了条件，创造了机会。具体讲，就是他给他们创造的条件，给他们创造的机会，使他们在相当一部分的地方控制了全球的产业链。而他们在四处控制全球产业链的这个方面，这是哪里来的？这个来的是他的长远的战略部署。这长远的战略部署怎么会成为现实？成为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主世界，尤其是美国，缺少基本认知，把他们错误地当成了商业伙伴，而他们从来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伙伴，他们不是启蒙运动以后产生的那个制度。我们用这个简单词简单的词讲启蒙运动产生的制度，指的就是民主宪政。它是和民主宪政正好相反，它是正好是反对民主宪政，它是要消灭民主宪政，它是正好相反的那个制度，它要和民主宪政制度要竞争，要把它压下去。那么它要把它压下去，它利用很多手段，它的手段不仅仅是军事手段，军事手段是必须要非常非常关切的，非常基本的部分，但是它不仅仅是军事手段，它里边包括了它的巨大的战略部署。那么现在它在一些方面暂时得逞了，那个得逞的原因不单纯是因为它的战略部署，而是因为西方世界为它提供的机会，为它提供的条件，而且至今不能深刻的认识是他们自己为它提供的机会。那么这个东西仍然在继续，所以呢，这个也和我刚才讲到的美国自己存在自身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当它存在严重的自身的问题的时候，也帮助它不能认清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是怎么回事。还有再问一个很长的问题，诺奖委员会呢在阐述莫吉尔的学术成就时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也来念一下，就是启蒙运动无疑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它并没有自动地催生出带来经济增长的实际应用。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实践者。就是莫吉尔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呢，相比较蒸汽机和水力纺织机，学徒制apprentice 是工业革命更重要的驱动力。他认为数量众多的熟练工和这个工匠能够适应、实施、改进和调整新技术，不断改进，直到新机器运行效率大大提高。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说的微创新和成熟的产业链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现在有不少人，中国人、西方人都有，就是认为中国现在的科技水平和美国相比，即便不是不相上下，也已经非常有竞争力了。而且呢，中国在科技的应用方面比美国人强很多。就比如说锂电池技术，还有这个太阳能技术，都是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发明的。但现在最大的生产商呢，都在中国。再比如就是谷歌的前 CEO Eric Schmidt， 他就认为硅谷的公司太追求 AGI， 就是人工通用智能，而中国的公司呢，更致力于把人工智能应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之中。他认为要发展科技，但也要应用科学，就是硅谷现在的发展太不接地气了。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或者说美国特别是硅谷对中国产业链和高端制造业的这种羡慕嫉妒，以及就是中国现在确实是在
供应链和这个高端制造业方面确实是还是很厉害的。它的这个最基本的呢是讨论呢是说这个启蒙运动为产业革命创造的基本条件，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比这个还更重要更基本的他也讨论，比如说亚当斯密的讨论，那就是产业革命正在发生的时候，亚当斯密来总结的那是什么？那就是这个法治宪政，就是法治和宪政是最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学徒制是这个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其中的内容之一。那现在我们要是回到这个你刚才讨论的，就是这个在美国人们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怎么看，就是说人们缺少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制度的基本认识，然后呢由缺少基本认识呢产生出来错误的政策，错误的政策给了他们机会，使得他们控制了全球的产业链。这个讲的有点抽象，具体一点讲呢，就是今天中国控制了全球产业链的那些部分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这个它控制全球产业链，比如说这个太阳能电池，比如说蓄电池、电动汽车等等等等。就是如果我们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讲，科学技术的产生这个来源都非常清楚，都不是从中国产生，甚至呢连这个最一开始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也不是在中国产生。中国呢就是把已经相对成熟的东西，或者是立刻就要成熟的东西，把它变成了能够用廉价大规模的这个生产。那单纯这样讲仍然没有说清楚机制是什么，人们不去看机制，然后简单的去看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么就产生出来非常严重误导的这个结论。中国能够非常快速的把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大规模的扩大，它的背后的最重要机制不是市场本身，而是中国的地区竞争。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它实际上是国有资本以各种方式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来。这个国有资本呢，它进入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是到处都是。比如说就拿特斯拉进入中国，特斯拉是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在里头。什么意思？特斯拉自己没有国有资本入股，哪来的国有资产？土地是非常大的部分的，这个只是其中例子之一。就是中国的土地100%国有，中国的银行几乎全部国有，所以任何和土地相关和银行贷款相关，这已经国有资产进去了。然后呢，这个地方政府的大量的这个补贴，这都是国有资产。然后各层不仅仅是地方，就是各层，从中央到地方，地方是从省到市到县，各个的层次的国有资产和国有的政策全部都在里边。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竞争是不计成本，是因为地方竞争是直接关系到地方党政官员的升迁的问题，所以它不计成本。那么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中国的严重的通货紧缩，它的背景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你不看它的机制，你看它控制了产业链，就认为这是它的伟大的成就，但是你不去看一看，它不是商业行为，它在占领产业链的时候，它是不计成本，它是造成了严重的亏损，它是甚至给它自己造成了通缩。通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经济的陷阱，就是它不计成本到了这个程度，你把它作为一个成就来看，那么这就是完全错误的。错误的把中共的战略部署看成是产业政策，这是完全基本错误。那根本就不是产业政策，就是把它和日本的、台湾的产业政策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日本跟台湾的那个韩国的那种产业政策里边完全不包括这样子的因素，就是它这个是不计成本，它是个战略部署。战略部署就是如同是战时经济是一样的，
就是你在战时经济的时候，你不去关心你的成本是什么，不去关心你的商业上是不是得利，你关心的是在战略上我能不能压倒我的对手。就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成就，而是你要看一看你自己做错了什么，给了他这个机会。就是你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利用的是市场，但是他不是在市场上的规则下做的事儿。所以呢，当你面对这个非市场行为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看错了对手了，就是你错误的把它作为一个，还跟他讨论什么这个竞争规则等等，就是你跟他讨论竞争规则已经就是认错了对手，因为他从来没有打算按照市场的规则跟你竞争，他是战略部署是早就部署的。这个现在呢在许多方面已经晚了，但是呢仍然认识了，就还没有太过晚，就是认识了以后是能补救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认识错误。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再来非常具体的看一下，到底他在科学技术上的这个所谓的成就是什么。就是当人们讲他的技术有很多是偷来的，有很多是抢来的，有很多是胁迫来的，然后等等等等。那么其中很多这个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企业家，很多天才的人，他们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中有了很大的贡献，这些人会感到这些说法很不公平，那么他们的这个心理状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的确里边很多是很天才的人，很多人是他们自己在里边有创造，但是当这样讲的时候，都是有非常确凿的基本证据，而且有非常确凿的基本的这个逻辑。什么逻辑？比如说一个天才的中国的科学家在美国受的教育，在美国进行的科学研究，他在美国做了20年的科学研究，获得了非常好的成就，然后他把这个知识直接带回中国去了，他到中国去创业，或者他在中国再去带这个很多的学生再去训练。那么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如果中国在市场上是按市场的规则进行这个竞争的，那么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但是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的时候，那么你带回去的是直接进入了他的战略部署，你就成为了他的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的一个棋子。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知识是不是里边有不合法的成分？举一个例子，就是人们不要感觉到太不舒服，但是这个例子实际上讲的是非常相似的情况，就是海森堡。海森堡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在量子物理学上是有极其重大的基本贡献的，但是在二战期间，他返回纳粹德国，帮助德国制造原子弹。只是万幸的是，他在制造原子弹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那么他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这个 by the way， 他这个产生了错误和他遇到的困难直接就是和制度相关。因为在美国制造原子弹不是美国一国，是美国和盟国。大家需要知道，当时美国的原子弹参与的里边有大量的是英国的科学家，就是没有英国科学家的加入，美国原子弹是造不出来的。而这个海森堡在德国制造原子弹，就是他自力更生，以举国之力。那么美国不是举国之力，美国是举民主制度之力，这个就是其中的基本差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海森堡去帮助德国制造原子弹，那么这个是和今天这个科学家们、工程师们在中共的大的战略布局里发挥重要作用，这个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那我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中国一直说是美国在卡脖子，是吧？就比如说美国确实就是在芯片上面确实是可以卡中国的脖子，但是呢，中国现在好像他们建的芯片也都凑合还能用。但是美国这边呢，实际上现在感受到，我能理解，就是美国硅谷的人还有产业界的人，他们的绝望或者他们的羡慕来自于他们意识到中国可以卡美国脖子的点
更多。就比如说一个稀土这么一个东西，就可以让美国的经济还有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受很大的冲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呢也同时是一个开放的制度。就比如说这个 AI 的发展，我和在中国的一个很资深的业内人士，我就问他，就说中国和美国 AI 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比？他就说中国的 AI对外说就是大概落后美国3到6个月，但是呢，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做 AI 的人放到一个星球，把美国的呢做 AI 的人放到另一个星球，让他们独立发展，中国一定是远远被甩在后面。但是呢，如果美国要不断的出产品，出了中国就抄，那就永远都是落后3到6个月。就是差别就在这儿，就是说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也这么多年，就像您前面说的，这么多年它没有去防备说中国会有这么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部署啊，那造成了现在中国在很多的产业链上可以去卡美国的脖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让这些产业界的甚至诺奖的得主，他们都是有很大的绝望，很大的担忧，或者是对中国的很多的羡慕。这个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呢，就回到了我前面讲的抽象讲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把这个我刚才抽象讲的问题讲具体一点，比如说拿芯片做例子，芯片是一个具体例子。这个当人们说这个中国的芯片似乎也都还能用，那么我们下边就要来看它的芯片是怎么造的。第一点就是中国现在在这个成熟制程方面，也不是所有的芯片都能造，就是成熟制程方面呢，有一部分芯片能够这个非常大量制造的，而且这个很快就是像它在许多其他领域那样，当它的量大到了那个程度，会把别人的制造都击垮，这就是战略部署了。那么那些个个别领域，哪怕是成熟制程，就是技术上这个民主国家并没有困难，但是商业上它能把你击垮，那这就是战略部署。那一旦把你击垮，这部分产业链就它控制了。那下边我们就讨论这部分的制造能力从哪儿来。除了刚才我讲到的这个通过地方竞争来执行的这个重大的战略部署之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是谁？就是这个荷兰的 ASML， 就是这个光刻机的制造者。我只是举一例啊，其实不仅仅是它，就是还包括了这个芯片设计软件。而这个芯片设计软件，全世界几乎成为垄断地位的是3家公司。3家公司呢，2家是美国公司，那一家的德国的公司呢，核心部分是美国技术。就是美国完全是可以从技术上停止给中国的芯片设计提供软件的，就是没有这个软件，它不仅仅是不能设计，也不能制造。因为它的所谓制造是用这个软件设计之后直接生成的这个制造的程序，就是你没了这个软件，就是哪怕你手工能设计，其实手工设计不出来，哪怕就算你设计出来，你也造不出来。就是2个环节，硬件环节、软件环节、技术关键都在民主国家里，而不在中国手里。那么中国在就是最近几年里超大规模的购买了这个光刻机，从 ASML 购买的，超大规模的购买。所以无论是这些软件公司还是这个光刻机的公司 ASML， 他们从商业利益上出发，都非常反对任何政府要求他们禁售。就是中国在成熟制程方面的制造芯片的能力，依赖的是外来的力量，不是自己的力量。那下面我们讲先进制程，先进制程就是讲到人工智能了。那么人工智能最重要的就是华为的这个升腾芯片，这个是现在在技术上已经坐实了。华为生产了290万片升腾芯片，这290万片的芯片的实体，就实质的那个部分，都是台积电做的，都不是华为做的，它因为做不出来。然后它是通过第三方，第三方是不同的公司，绕开了美国的管制，
从这个台积电做的，华为的工作是它的设计，而设计我们刚才讲了，利用的是这个美国的设计软件，是利用了美国的设计软件，利用了台积电的生产能力，然后华为的封装和测试，然后最后是以华为的名义这个生成芯片。那么这个工作是被这个加拿大的一家技术公司解剖了之后，就是打开了芯片，研究它的芯片的内部，从里边找到，这都是硬证据。所以呢，现在中国政府正式的把这个加拿大公司列为制裁名单。你为什么制裁他？他只是提供信息的，他提供的信息就是揭穿了他的这个内幕。当这个在美国的媒体和硅谷的人们流传中国有多么神秘的这个进步的时候，那么这些信息全部在世界上都是公开的呀，就是大家需要看到是实际发生的是什么。它是靠了这个，它生产出来了华为的芯片，然后由于华为生产了这个芯片，所以中国政府才有很强的底气要求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必须使用华为的芯片。这是他为什么要反过来威胁这个英伟达。他威胁的目的绝对不是说他真的不要英伟达的芯片，而是因为英伟达的芯片是按照美国的管制要求是降低了性能，然后他这个华为的芯片是实际上是达到了降低性能的英伟达芯片的这个规格。那么他现在反过来要挟英伟达，目的是要挟美国提供更先进的芯片。那另一方面就是更先进的芯片实际上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在使用，有无数的方法。方法之一就是用走私盗运，用这个方法。方法之二就是第三方大量购买，然后呢它再转进来。再一个更复杂的手段呢，就是在海外，中国在海外设置巨大的数据中心，设计巨大的训练的中心，然后这些中心是买的英伟达的芯片，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训练是跑到这些海外的地方去训练。那这些都是有硬证据的。所以当人们讲就是说中国的不得了的这个发展的时候，那么必须要分析它的发展是什么。当你分析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应该做的是什么。为什么今天人们感觉到好像这么困难？这么困难的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中共的全球战略部署提供了这样的重大的条件，使得他有了这个机会。第二就是在中共的战略部署的情况下，使得西方的商业机会和他在一起了。对，就比如说黄仁勋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CEO 是吧，他整天都在那说我们要给中国卖芯片，这样中国人才不会来发展自己的芯片技术。对，这个就是商业利益驱动的政策解释。就是商业利益驱动的政策解释，如此设计的政策一定是从战略上损害这个民主阵营的最基本利益。不仅仅是芯片，刚才只是用芯片做一个具体例子。当人们对比就是今天的中共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和当年以苏共为领导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的阵营，跟它这两个对比的时候，两个的最大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苏联领导的共产极权主义的阵营没有能够实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就是它跟这个民主阵营的市场是分隔的，所以没有商业利益直接进去。但是现在呢，这个商业利益直接进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清楚地认识到战略上的后果、安全上的后果，是所有一切事的最基本的起点。所以在不认识这个的背景下，看这个技术发展的表面，那实际上呢，就是已经变成了，这正好是这个中共的大外宣要做的事儿，就是他的大外宣要做的事儿，就是让你认为你已经不能够再做任何事了，让你认为你必须让他在这个产业链里不断的扩张再扩张，让你认为所有他已经能够生产的东西可以随意的扩大规模生产，
他只要他获得了生产的机会，他就一直扩大到让你的生产垮台，因为他可以赔本，他为了战略目的，他可以赔本，他赔本的后果是让你的产业链没有了，就是让你的产业链依赖他，那么这他就已经达到了战略目的。对，因为这个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相比，然后美国又在这样子的一个政府之下，确实是挺难逆转的这样子的势头。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诺贝尔奖吧，3位获奖者呢，实际上他们和很多的美国人一样，就是对于这一届政府对于削减科研经费、对大学的支持，还有在这个移民政策方面都有挺多的忧虑。我来念一下《纽约时报》在他们获奖以后对他们采访做的一个报道。纽时的报道说，这3位获奖者均对政府政策可能抑制创新、限制经济增长发出了警告。霍伊特先生表示，技术进步的最大进步离不开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他说，我希望这种合作在未来能够继续下去，尽管我看到前方乌云密布。莫吉尔在采访中表示，那些在知识上投入时间和金钱的人会获得专利和同行认可作为回报。这一体系需要政府将科学技术视为高度优先事项。他说，这些事情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言而喻了。一些政府，比如中国，支持增长和创新，但其他一些政府似乎持怀疑态度，但是他没有具体说他说的其他这些政府是什么。我就挺想知道，就是您怎么看，就说他们的这种忧虑，还有就是尤其莫吉尔对于中国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价，中国政府是支持增长和创新的。对这个里边呢，他们关于就是美国存在的问题，我的看法和他们是一致的。他关于中国的方面是个基本误解，误解的来源是因为他不知道当代中国的制度性质是什么，所以他错误的把共产党的宣传当成了中国的实际。这个共产党的宣传在知识分子里有很大迷惑性，这个迷惑性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知道它的性质，就是这个你只有在知道了性质之后，才有可能破解它的宣传使用的语言。就是它的宣传语言，我经常喜欢用的话说，就是它是编码的语言，它是编了密码的。这个编了密码以后呢，就是当你不能破密码的时候，你就误解成一个含义，但是它实际的含义是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共2014年推动了所谓的法治改革，号称他在推动用英文的时候，它叫做 rule of law， 但是这个用中文的时候，他也时不时会用法治这个词来欺骗中国的民众。但是如果任何人认认真真的去读他讲的是什么，认认真真的去理解和去看中国实际发生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和法治正好相反。这里也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中文的法治和法治这个发音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法治是 rule of law， 另一个法治是 rule by law。 那么中国共产党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他是拿法律做工具来统治。这我现在讲的是就是他们自己话，他们自己共产党里边的话，他拿法律做工具来统治，但是他对外他把它叫做法治。那么任何人没有读懂它的含义的时候，就误认为中国共产党关心的是法治。如果中国共产党关心的是法治，他当然就不是共产党，他是要自上而下的用法律作为工具来稳固他的统治。然后当他讲经济增长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他的经济增长是他来统治，他的经济增长是他大的战略布局，他的经济增长是我的制度要压过你的制度，我有了这个布局我会压倒你的。而且就是不要被经济增长这个词给迷惑，经济增长这个词是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关心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切都是
把经济增长作为基本概念，它的经济增长说的就是我将来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想一想当年赫鲁晓夫在这个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是第一次共产党人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埋葬你们资本主义制度。他说我们埋葬你的方式不是战争，是和平竞赛，竞赛的就是经济增长。而且在那个时代，Paul Samuelson 这是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人，萨缪森的这个经济学教科书在很长好几十年的时间里是最流行的教科书，它的封面上就印着一张图，这张图就预测哪一年苏联会超过美国，所以就是苏联通过经济增长会超过美国，最终苏联代表的共产极权主义制度会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这从来是它的大的战略部署里的部分。所以不要把经济增长当成社会福利，这里的经济增长不是社会福利，这里的经济增长是共产党的巨大的战略目标。可能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也和诺奖的得主他们的研究有关系，就是创新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然后这样才可以反过来就是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个所谓的福祉吧。但是呢，就说我们看到就是在 AI，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 AI 的产业革命，就是在美国有很多对 AI 的这个讨论，有很多的这种的警告， AI 可能会带来对劳动力市场，然后我们人类的存在各方面的可能带来的这种威胁，特别多的讨论，对不对？然后呢，硅谷他们就在说，我们讨论太多这些东西，你们看一看中国是不讨论这些东西的，中国就是一个劲的埋着头，然后再发展 AI， 然后不管什么，反正就是把 AI 应用到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我呢也和中国发展 AI 的人聊，我就说你们聊不了这些东西，这个 AGI 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还有这个 AI 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什么，他们说这些完全都不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就完全大家是不关注的，这平时说话也不讨论这些东西，讨论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更优化，是吧？就是您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这样子发展下去，这个会不会有可能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劲的埋头往前跑，会把美国反而会要抛到后面去，就是也许 AI 对中国的产业的改造会比美国更快更彻底呢？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这个就是两件事儿，这个就是制度之分。当我们讨论产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说产业革命的基础，这个其实不是谁的说法，这是基本事实。但是就是莫吉尔呢，是系统的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了，解释出来了。就是这个基本事实，就是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了这样子的社会，产生了这个人们的自由的辩论，是在这个自由的辩论的条件下才产生出来的科学，才产生出来的技术和产生出来的这个企业，产生出来的市场和产生出来的企业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这个一切的一切最基本的条件是自由的辩论。那回到另一面，在一个共产极权主义制度下，这个地里边没有自由辩论，这个产业革命是没有可能产生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产业革命是一定是在自由辩论中产生。为什么这样？道理非常简单，是因为产业革命的产生的过程产生极其巨大量的社会矛盾，也产生极其巨大量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可以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就是这个具体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人辩论。因为你的一切的一切最终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福利，违反人的福利的任何发展是坏的发展。但是极权主义制度不关心这个问题，极权主义关心的是我在战略上我要压过你。那么极权主义制度它以这个战略目的为首要，忽略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帮助它快速发展呢？
这个答案从来不是简单的。就是这个答案，比如说拿高铁为例，当他把高铁作为战略目标的时候，那么他很快发展出了全世界里程最长的最大规模的高铁网络。那么这是不是他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了呢？如果战略目的就是以高铁形成的网络来计算，他已经达到了，他是世界第一。但是下边的问题是，形成这个网络是为了什么？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福利，它是不是增加了社会福利？这答案很清楚，完全相反，它是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社会福利。但是共产党认为好的不得了，因为这是他的战略目的。所以人们需要认清楚，就是社会福利是什么和这个战略目的是什么。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存在一个离开了社会福利的战略目的。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如果想要制造一个超越社会福利的战略目的，那他一定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先破坏民主制度。那么在民主制度下，必须所有的重大问题是通过辩论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没有辩论没有民主，民主制度下必须辩论。所以呢，无论你是发明家也好，你是企业家也好，你想你的声音超过民众不可能，你这是民主制度。我就挺想跟徐老师说一下，就我最近因为在 Instagram 上面看了几条关于中国的，就是所谓的这种外国的网红到中国，就觉得中国简直是最有未来感的最酷的一个国家。过去一周我就看到了好多条关于新开的这个重庆东站，就是高铁重庆东站的视频。哇，那简直就是无比无比的大，看起来就好像上面还有几个像航站楼一样的，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还要坐车。有人说花了10亿美元，后来我上网一查，实际上是花了70亿美元。然后还有一个外国网红呢，他是稍微理性一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火车站，后来他看的就是那天晚上只有3班火车，就是它的利用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之低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网红的一个地方，就是重庆有一个地铁线，有一条地铁线叫背篓线，就是给农民可以背着菜从农村到重庆市里面去卖菜。然后这些背篓的这些那个也是花了很多很多钱的，这些背篓的这些农民呢，绝大多数都是年纪很大的，有一对夫妇，一个人80岁，一个人83岁，他们要背篓背20-30斤的水果蔬菜走2公里，那1公里还2公里，然后一大早到这个地方地铁站，然后说哎呀这个多么好呀，他们专门建了这个地铁站，然后地铁还不要钱，然后过安检的时候是拿着手持的这个东西过安检让他们走，就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也是花了特别特别多的钱。我就在想，花的这些钱完全可以发给这些老人，是不是农村的这些人退休金1个月只有100多块钱？这还有就是重庆东站花，我真的不敢相信花了70亿7 billion US dollars。 这个当然就说也许它是有这个您说的战略意义，还有就是说我也跟这个做企业的中国做企业，他们说是因为地方政府需要发债，这样他才可以发工资，然后还有各方面的，就他们就是需要建这种特别大的工程来。我真的是不能够理解，但是这些的项目呢，又特别能够得到中国普通民众和包括国外的这些很多人的好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直接关系到了经济增长是什么含义。就是说你要是从经济增长的数字上看，这些工程会对经济增长的数字是直接有贡献的。但是你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它对社会福利是非常极大的负面的贡献，就是它是降低了社会福利，因为你把巨大的财富用到了这个没有用处的地方。这个呢一点也不新鲜，这是非常非常老的，100年前就有的现象。100年前的苏联就在做这些，就是在这个30年代，西方的记者去苏联参观，很多很多的游记，不光是记者，就是知识分子和记者，大量的从苏联报回来好消息。那个时候的资本主义就要崩溃，苏联代表了新的制度，
在苏联人们看到的最让人惊叹不已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模一样，就是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地铁这个非常非常宏大，铺满了大理石。在这个西方的国家，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然后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然后这个在莫斯科的地铁如此的华丽，那么这些人就说这是真正天堂是在莫斯科，地狱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这是大量的这个西方的知识分子超出了记者，所以媒体上大量的报道关于这个苏联的伟大成就。所以这样子的所谓的伟大成就，就是说它从苏联的社会福利上讲是严重的负面的。为什么是严重的负面的？原因是那个时候的苏联非常非常穷困，苏联的这个绝大多数的人是在贫困线之下挣扎，这个连最基本的食品都有困难。当时苏联的若干个最大的那些个建筑项目，实际的这个劳工的工作的方式，严格的说是奴隶。这些劳动力就是这个所谓的富农和犹太人，就是被惩罚了的犹太人和被惩罚的其他的政治犯，就是奴隶。他们这些人是属于监禁状态，所以呢，就每天只给你这个勉强维持生命的那些个营养，然后你给我干苦力去。这个就是修了这个顿河，当时苏联最有名的项目就是顿河和地铁。顿河你可以翻译成今天的高铁和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地铁就跟今天地铁是一样。那么所以这个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另一面它生产出来的大外宣的效果非常醒目，非常管用。那最后我再问一下吧，研究历史必然能预测未来吗？您出版的这个中英文两个版本的《制度基因》，其中很多是研究历史，是吧？莫吉尔的研究也是表明历史是由很多微小的偶然塑造的。有没有可能就是中国这个科技集权体制确实能打败美国这个疲于内斗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呢？的确呢，当我们讲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时候，里边充满了偶然性。人类不可能有这个能力最终能够把这些真正偶然发生的事儿能预测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历史的大的发展是有清楚的规律性的。这个大的发展就包括你最后的这个问题，就是集权体制有没有可能战胜民主制度。作为大的趋势，尤其是目前正在产生的是产业革命，就是有没有可能集权制的国家产生了产业革命，而民主制度的国家产业革命反而没发生，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个呢就已经是规律性问题了，已经不是偶然性问题了。在这个规律性的问题上呢，这个答案就很简单，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产业革命的产生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的条件。最简单就是人必须是自由的，在没有自由的地方不可能产生产业革命，就是人必须是自由，自由是最最基本的条件。是因为科学的发展靠的是自由，技术的发展靠的是自由，企业的创造、企业的倒闭都是跟自由在一起的。然后怎么来保证人是自由的？民主和宪政的制度是我们至今知道的唯一的制度能保证人是自由的。就是没有民主和宪政的制度，不保护人权的制度，人没有可能有自由。人没有言论自由，人没有迁徙自由，人没有人身自由。人在这个被共产党的法庭拿去审问的时候，没有雇自己的律师为自己辩护的自由，在这样的社会里，他没有可能产生产业革命。那么什么是偶然事件？偶然事件比如说 DeepSeek， 那就是偶然事件。以后还会出很多 DeepSeek 这样的偶然事件，但是这个偶然事件不构成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不是这样的偶然事件形成的，产业革命是许多许多的重大的发明，突破性的发明，然后在社会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那么成功了的再又产生一波，再产生一波，再产生一波，就是一波接一波，而且无人可以预测。
就是这种中共的巨大战略部署什么时候有优势？它的优势就是当他看明白了什么东西是个战略目标，他看准的战略目标是真正能实现的目标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靠举国之力动员资源，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地方竞争，那就是一个动员资源的方式。那么由于他大量资源直接就进入到了他制定好的战略目标上，在这种情况下，他速度比市场快。但是这是不是就决定了他在产业革命中他的发展速度快？不是，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产业革命是一系列的事先无法预测的重大的突破由他们造成的。就拿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具体例子，人工智能现在仍然处在非常早期，人工智能未来的重大突破在哪里？他们自己这行的人并不知道。所以呢，此人这样说，彼人那样说，另一个人还一个说，那么这在民主社会里，在自由的社会里，你们去竞争，看谁能做出来，做出来看是什么样。那你做出来之后，仍然你在市场上能不能实现？你去这样试，他去那样试，有无数的试的法。只有在自由的世界里，才有可能有无数的这样的探索，才有可能资源散布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让人们去探索。这个只有自由的世界里才有这样的资源，人们才有这样的动力，人们才有这样的能力。用英文表达叫 enabled， 就是你赋给他这个能力。这个赋给他能力不是政府赋给的，是这个社会赋给的。所以呢，把眼睛只看见政府一定是错了。政府最大的功能是保护这个自由的社会，就是当政府不能保护这个自由社会的时候，这个政府就违反了民主宪政的最基本的原则。那么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里，人们就需要出来反对，就像这个上一个周末在美国2000多个城市发生的事情。对 ，No Kings， 不要国王的这个示威游行。对，这个自由的社会才有可能有产业革命。就是自由的社会，许多的事情做起来是有一点慢，慢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面对会影响人们自身利益的时候，为什么人们不辩论？人们当然要辩论。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是所有跟这个事情利益相关的人集体决定的。那么集体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辩论。对，就像美国人说的，就虽然美国现在这个情况就有不少人的绝望，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就会说 The society is strong， 就是美国社会它的最基本的构成，就托克维尔当年写的美国的这个，就是它的社会，它的这个 civil society， 然后它的这种自由结社，然后这种辩论各方面的这些基本的因素，美国还是在的。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徐老师已经推荐过好多书了。那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3位的诺奖，我想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很多人对这个学术界的误解，不仅是经济学，对学术的误解。这个很重要信息我先介绍一下。如果人们认为学术评价的标准是顶尖刊物的发表的话，和在顶尖发表的刊物的引用率的话，那我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基本信息，莫吉尔在经济学顶尖刊物一共只发表过2篇论文，而且这2篇论文都是他已经名气很大的时候，一篇是2018，一篇是2023，就是在他这个成名之前一篇没发表过。然后这2篇，一篇的引用总数是111篇，另一篇的引用总数是263，都是相当普通，完全不是这个高引用率的。所以如果人们误认为顶尖刊物发表是衡量学术成就的标准，错。如果人们误认为引用率是衡量标准，错。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清楚的例子。那我有意要把这个摘出来让大家看。按照他的这个发表和引用率，假定这些都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的，假定这个标准是按照顶尖刊物，他不可能在西北大学的经济系获得终身位置。
对，他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自己也说像我这样的人，现在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大学会雇佣我。对。好，那下边我们来介绍书，先介绍2本他的书。第一本书呢没有中文版，中文翻译可以翻译成叫《启蒙的经济》，英文名字叫做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 to 1850。这个书呢就是最集中的讨论了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关系。那么它的起点是光荣革命，它的终点是世界首届这个世界博览会。那么首届世界博览会是在伦敦举办，就是这个文献上经常叫做水晶宫博览会，就是因为它用当时的最先进的技术制造了一个水晶宫，整个博览会放在水晶宫里头，就是用它来震动了全世界，让全世界看产业革命什么意思，就是跟你的日常生活什么关系。那今天这个水晶宫呢，就是皇家植物园的最大的温室，那些热带植物都放在里头。所以这本书呢，就是相当系统的讨论了启蒙运动如何影响了制度，影响了意识形态，从这儿产生的产业革命。所以它的名字叫做启蒙的经济，就是你把经济启蒙，实际上是启蒙了社会，启蒙了社会才有了这个经济。那再下一本就是现在大家引用最多的，这有中文版，就是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那这本书呢，基本上它讲的就是说产业革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在这之后人类历史是2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产业革命出现在西方而不出现在曾经有很大技术成就的中国？那么它就是从制度上讲，而制度上它是从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这些东西如何和科学在一起，其实科学从来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然后才导致了最后变成了爆发性的技术和这个商业的大发展。那第3本呢是跟这个紧密相关的哈耶克的著作《走向奴役之路》。哈耶克是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74年的诺奖获得者。那他的《走向奴役之路》呢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这个名义上叫做工程师的方式，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的方式来控制社会，意味着走向奴役之路。就是所有的极权主义的设计都是号称是工程师的设计。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工程师设计是走向奴役之路？那这本书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当时哈耶克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有非常清楚的目的，非常清楚的目标。他的目标是谁？他的目标不是共产党制度下的人，他的目标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因为这些左翼知识分子不能认清共产极权主义的道路是奴役的道路，不能够知道共产极权主义的制度是奴役的制度，所以才写了这本书。这是经典之作，已经流传了很久，但是显然今天的美国大量的左翼知识分子不惜的看这本书，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再重新提出来，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推荐这本书了，重新提出来，再让大家需要读这个书。好，谢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